最近中国赛车圈的好消息真是一个接一个。继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20天后，他的老东家5亿本土企业阿波罗再传捷报，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硬生生把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的冠军奖杯抱回了这座藏着中国赛车火种的小城。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4月19日，2026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揭幕战的第4回合，在这里迎来了终极对决，来自全球的顶尖车手同场竞技，而其中一支来自5亿的车队成为了全场最大的黑马。阿波罗 RFN 亚洲赛车队驾驶着 Ligier F422 赛车的车手铁莫尔一出发就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起步瞬间便死死咬住前车尾流，不给他任何拉开差距的机会。1号弯、2号弯、3号弯，每一次重刹都精准把控力度，每一次走线都丝毫不差，完美贴合赛道轨迹，展现出极致的操控水准。车队经理艾明达后来回忆，赛前他们做了大量数据分析，针对上海赛道的高速弯和重刹区，给车手制定了极其具体的行驶建议，这也为夺冠埋下了伏笔。整场比赛的胜负手定格在第14号弯，这条被称为鬼门关的弯道是整条赛道最难防守的节点。进弯前是大直道末端的急速重刹，出弯后紧接一段考验赛车牵引力的长加速区，在这里超车要么成就经典，要么双双出局，容错率几乎为0。就在电光火石之间，铁莫尔抓住前车防守的微小缝隙，利落果敢地完成超越，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拖沓。当方格旗在终点线前挥动的刹那，那道红白相间的阿波罗战车率先划破赛道热浪，冲过终点。现场瞬间沸腾，来自5亿的后援团欢呼声响彻赛场，有人激动地挥舞着旗帜，有人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一战，铁莫尔不仅夺得第4回合冠军，更让世界看到中国小县城的车队也能在国际顶级方程式赛事中站上最高领奖台。消息传到赛车圈，最激动的莫过于张雪。作为从阿波罗走出去的赛车传奇，张雪在夺得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冠军后，一直关注着老东家的动态。得知阿波罗夺冠的消息，他第一时间发声祝贺，言语间满是自豪与牵挂。恭喜我的老东家，恭喜应姐这份荣誉实至名归。当年在阿波罗的日子是我赛车梦的起点，如今看到他站上 F4 的冠军领奖台，比我自己夺冠还要开心。张雪的祝贺也让很多人想起了他与阿波罗的渊源。17年前还是懵懂少年的张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手里攥着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求职信，来到了婴儿创办的阿波罗。放在现在，这样的简历或许会被 HR 直接丢弃，但婴儿看到了他眼里的执着与热爱，破格将他留下，从车间最底层的修车工做起，拧螺丝学技术，一身机油味，一步步成长为后来的赛车传奇。如今张雪创立了自己的机车品牌，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而他的老东家阿波罗也在婴儿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赛车之路。而说到阿波罗，就不得不提他的掌舵人董事长婴儿，在机车迷心中，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张雪的老板娘。这位气质出众、行事果决的女性，用17年的坚守，把一家最初做越野摩托车的企业打造成了能在国际方程式赛道上夺冠的实力团队。很多人不解，一家制造企业为什么要砸重金投身赛车事业？婴儿的回答道出了初心。中国越野电摩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希望通过参与 F4 这样的顶级赛事，把国际上完善的赛事标准、人才培养阶梯导入到中国越野电摩赛事体系中，助推整个行业向上发展。这家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是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从2022年开始，企业与顶级赛车劲旅亚洲赛车队联合组建车队，先后征战国内外 GT 短程冲刺赛、国际汽联东南亚 F4、中国耐力汽车锦标赛等多项赛事，积累了丰富的赛事经验。截至目前，这支车队已经培养了100余位职业车手，15人在国际赛事中斩获年度冠军，用实力证明了中国赛车人才培养的实力。
这次上海站夺冠是阿波罗车队继2025赛季年度季军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更是武艺这座中国飞车王徐浪故乡的又一份荣耀。或许在外人看来，一个小县城的车队能夺冠是意外，但只有我们知道，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婴儿17年的坚守，是团队无数个日夜的打磨，是金华武艺千亿汽模产业的坚实支撑，更是中国赛车不服输、敢拼搏的精神体现。武艺阿波罗在 F4 赛场夺冠，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间赛车的力量。而另一边，中国本土车企巨头长城汽车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最先刷屏的是一张极具神秘感的照片，照片中一辆被黑布严严实实覆盖的低趴车型静静停放在昏暗的场地中，即便被完全遮盖，我们依然能从轮廓中一眼认出它的与众不同。流畅的车身线条、夸张的空气动力学套件，还有隐约可见的低趴姿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它的身份，一台符合 GT3 规格的顶级赛车。这张照片一经流出，瞬间引爆车圈，网友们纷纷猜测，这就是长城汽车即将推出的 GT3 赛车。要知道 GT3 赛事是全球顶级的场地赛车赛事，门槛极高，长期被欧美车企垄断，中国本土车企很少有勇气涉足。而长城汽车这张照片无疑是向世界宣告，中国车企也有能力站上 GT3 的赛道，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台竞技。就在大家对这张照片议论纷纷时，一段魏建军的视频再次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视频中，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站在那辆蒙布赛车旁，身边围绕着赛事相关工作人员，语气坚定，眼神中满是对赛车的执着与热爱。这段视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长城汽车进军 GT3 赛道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坚定选择。熟悉长城汽车的人都知道，魏建军本人早年间就有保定车神的称号，骨子里就藏着对赛车的痴迷。而长城汽车也从来不是赛车领域的新人，他曾连续5年参加达喀尔拉力赛，最终将成绩锁定在第8名，用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与耐久性证明了自身的技术实力。这段视频之所以让人自豪，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中国车企的掌舵人始终坚守着对性能的追求，始终愿意为中国赛车的发展投入时间与精力。更让人振奋的是，视频中还透露出了一个关键信息：超级 V8 将在北京车展出现。据最新消息，这款 GT3 赛车搭载的 4.0T V8 混动系统，最大功率可达549 PS， 直接对标保时捷911、GT3 等国际顶级赛车的性能区间。其中置发动机布局也与法拉利296、GT3 等顶级赛车的设计思路看齐。这意味着，在顶级赛车的核心动力领域，中国品牌终于有了与国际巨头平等对话的硬件基础。很多人可能不懂，长城汽车为什么要花费重金去研发一台 GT3 赛车？其实答案很简单， GT3 赛事是车企技术实力的终极试炼场，它要求赛车基于量产超跑开发，保留原始结构，同时允许在空气动力学和动力系统上进行深度改造，再通过 Balance of Performance 机制，让不同品牌的赛车处于相对公平的竞技区间，比拼的不再是单一的激进，而是综合的均衡能力。而这台 GT3 赛车不仅是一台用来竞技的赛车，更是长城汽车技术体系的试验田。通过 GT3 赛事的极端工况，长城可以将赛车技术逼到极限，找出缺陷，弥补不足，再将成熟的技术反哺到民用车型上，提升整个品牌的技术溢价和性能形象。这种以赛促研的模式是全球顶级车企的通用路径，而长城汽车正在沿着这条道路稳步前行。要知道，在当下的中国汽车市场，大多数品牌都在聚焦智能化体验，比拼屏幕大小、交互功能，而长城汽车却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深耕高性能领域，投身顶级赛事。这种逆周期的选择看似不理性，却恰恰体现了中国车企的执着与担当。它不再满足于好用实用，而是追求更强更优；不再满足于跟随，而是敢于引领。小编觉得这就是中国赛车最动人的地方，它无关出身，无关规模，无论是小县城的车队，还是巨头车企，都在为中国赛车的崛起而努力。五一阿波罗的冠军是民间力量的绽放，长城 GT3 的亮相是工业实力的彰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中国车队、中国车企站上国际顶级赛车赛场，让世界听到中国赛车的咆哮，让中国制造在速度与激情中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